2万买一辆报废的兰博基尼大牛，用它改装一辆独一无二的越野车。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，但艾伦做到了。他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因为他要去参加3周后的越野比赛。那场比赛的地形非常复杂，对车子的性能要求也很高。为了能取得最终的胜利，艾伦灵机一动想出了这个好办法。虽然之前他也翻新过很多报废车，并且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，但这次的工作很明显和之前的都不一样。不仅需要把车子翻新好，还得将其改造成一辆越野车。对于这个超跑的车架子来说，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毕竟他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越野这个选项，但艾伦偏要这么做。他先绕着车子检查了一圈，发现里面的骨架结构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它就只剩下一个车壳了，发动机和变速箱全部缺失，其他的大件也全部丢失。说实话，2万美刀买一个壳子，属实是有点亏了。另外，车架外表的一层壳子是碳纤维材质制作而来，虽然足够的轻量化，但很脆，表面也很多的裂痕。艾伦还没想好该如何修复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在开始翻新之前，他利用自己学过的3D 渲染技术，做出了一个效果图。整体依旧保留了超跑的车身，但轮胎却换成了越野轮胎。另外，车身还是非常的低。同时，为了保证安全性，艾伦要在外部焊接上外骨骼，里面再加上一层翻滚笼，最后的效果要达到图里的样子。他这个想法确实不错，但要想真正实施起来，应该还是有些困难的。不过，艾伦从不打无准备之仗，在这个改造计划开始之前，他就开始筹备零件了，其中就包括这个放了1年的变速箱。虽然也是一个2手的，但功能方面没有任何问题。一旦车子组装完成，那么这辆车将会是第一辆手动挡兰博基尼大牛。现在他对车子的情况已经非常了解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翻新了。地上的这些金属零件是艾伦找人定制的，他们利用激光切割等先进的技术，打造了一套完全符合标准的金属架，不仅强度方面得到了保证，在尺寸上更是非常合适。它只需要像拼积木一样，根据之前所绘制的3D 效果图，将其按照规定一一安装好就可以了。为了保证施工效率，艾伦叫来了自己的邻居帮忙，两人合作的非常顺利。另外，对于这个骨架来说，它也并不是完美的，上面残留的一些接口，对于改造计划来说是多余的。艾伦还需要将其调整一番，他和自己的邻居分成了2组，自己去切割车架，邻居则继续对地上的零件进行组装。而这些钢板上面的蓝色胶带，其实也是有说法的，每个胶带上都有一个数字记号，邻居通过对这些数字进行对照，将其侧边拼接在一起，然后再把它们焊接起来，一个支架就完成了。操作非常的简单，虽然从目前的视频里来看，我们并不能知道它的作用，但当艾伦将其转移到车上的时候，这个支架的功能瞬间明了，估计应该是用来安装悬挂的。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反倒觉得有点不太安全。这么重要的零件竟然不是一体化打造成型，而是有很多零件拼接出来的。虽然组装起来比较容易，但安全性方面就会打一些折扣。很显然，艾伦并不在意这些，他的想法就是尽快将这辆车完成。至于车子的其他部位，几乎也全是由钢板拼接而成，外观看起来有棱有角，非常科幻。只可惜性能上不尽人意。经过大概2个小时的忙活，这些钢板终于被全部组合到了一起。艾伦对这个进度非常满意。此时后端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成，下一步两人来到了前端，当然并不是为了组装，而是要把原本的零件全都拆掉。因为后续要改成越野车，所以原车的设计和线路都不适用了。两人钻到车子里面一通操作，将内部的线路全部拔了出来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电路系统是非常复杂的，很难想象之前康纳翻新报废车的时候，究竟花费了多大的力气和毅力，尤其是那一辆到七魁蛇，看来这种活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。当车内被清空之后，我们可以发现情况并不乐观，里面不仅藏了很多污垢，有些地方甚至已经锈蚀掉了。不过这并不影响车身的完整性，艾伦认为这部分并不需要处理。他对前面中控台进行了扫描，得到了一组具体的数据，然后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一个中控台的框架。由于走的是越野风，所以它不用多么的豪华，只需要具备基本的功能就可以了。目前的软装还没有到货，内部的工作只能暂停。艾伦又回到了车子后面，这里只有一个框架的雏形，距离完工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。接下来他要对驾驶舱后面进行修整，先把底部的一个垫子给切下来，然后仔细的检查了一下边缘部分，发现有很多的碳纤维毛刺，这要是不好好处理一下，不仅影响车身质感，而且还很容易划伤人。但碳纤维又和钢铁之类的不同，损坏之后是没办法复原的，一般像这种严重的情况，只能进行整块的更换，但这么做成本又变得很高，艾伦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之前车身的碳纤维出了问题之后，艾伦决定将毛刺都打磨掉，其他的地方维持现状，这也算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方法了。接着他来到车子的前端，这里有一些支架是车子自带的，与后续艾伦的改造计划有一些冲突，所以他要进行调整，将多余地方全部切除。好在这部分的改动并不算大，主体支架没有什么变化，但这里最让艾伦头疼的就是前面的一小撮刹车线，它们涉及到的零件非常多，而且构成极为复杂。后续要重建刹车系统的话，需要花费大量的物力和财力。艾伦也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当车子整体准备差不多后，他又买了一些很长的脚体。在之前的视频里，我们了解到车子的结构件都是拼接起来的，牢固性方面无法得到保证。后来艾伦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于是就买来这些脚铁，要将它们焊接到拼接好的支架上。
算是给支架穿了一层钢铁衣服，这样做成一个加固的效果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安全性。不过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，那就是在原本的支架上面，有些细节处是没有修复的，依旧是处于扭曲的状态。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，他用自己祖传的小切割机将坏的部分完整的切了下来，然后用工具进行了仔细的测量，从而制作出了一个尺寸完全一样的补丁。他把这个补丁扣在上面，然后进行焊接打磨。你还别说，确实挺像那么回事。要是再喷上一层黑漆，那就几乎看不出来它是被修补过的。看来艾伦还是有一手的。当支架全部就位之后，下一步就是安装摆臂和控制臂，这部分毫无疑问也是拼出来的。不过艾伦长了个心眼，他将钢板的厚度增加了一点，然后在焊缝处做了加固处理，这样一来牢固性方面就得到了保证。但我依旧保持怀疑态度，毕竟这辆车是用来越野的，在面对复杂路况的时候，所经历的颠簸是无法想象的。希望这辆车能经过后续的测试。现在前面两端的摆臂部分已经组装完成，如果大家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，应该还记得这辆兰博基尼的设计路线，它的车身是需要焊接钢管作为支撑，用来保证整体结构的完整性。而就在刚才艾伦组装摆臂的时候，他的邻居也没有闲着，他根据测量和计算的出来的数据，将一整套的防滚架钢管切割了出来，这样一来就大大的节省了时间。众人快速的将其组装焊接起来，这辆越野超跑很快就有了雏形，看着也越来越酷。另外，在这些钢管的交汇处，艾伦特地设计了一个金属接口，他打算把这个位置利用起来，将其变成一个悬挂的固定点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想法很不错，巧妙地利用了车身空间。当悬挂被焊接上去之后，这辆越野超跑的前端结构就完成了。那两个巨大的轮胎十分震撼，车子的宽度也明显增加了很多，给人一种更加霸气的感觉。接下来艾伦要继续将这里完善，这次要制作的是排气管。由于这辆车的结构非常特殊，所以像排气管这种零件几乎买不到现成的，只能靠自己手工制作。好在艾伦在设计之初用了心，他将发动机安排在了车子后端，这样一来排气管就不用太长，大大节省了作业时间。等发动机的功能差不多完善之后，他就开始着手制作散热系统。这个位置安排的有些奇怪，直接把散热器装在了驾驶舱的后面。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科普一下。目前这辆车的结构已经成型，艾伦要尝试将其发动起来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就是这样一辆几乎全是手工打造的车子，竟然能一次打火成功，而且还能保持正常运转。看来艾伦的实力不容小觑，不过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。在发动的过程中，艾伦发现车子的燃油压力有点低，怠速有点高，转向也非常的困难。看来修复之旅依旧任重而道远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他带着自己的助手来到前端，对一些螺丝的松紧进行了调整，同时还调教了一下发动机。这样一来，车子就有了明显改进，转向也轻松了很多。但其实艾伦并没有发现问题的根源，后面等他真正开上这辆车的时候，才意识到情况是多么严重。艾伦对车子简单调整之后，觉得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就把它开了出去，想要上路试试效果，同时检查一下看能不能发现新的问题。结果这不是不知道一事吓一跳，只见车子还没有开出去，艾伦就听到了一些异常的响动。他赶紧下车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出在两侧的车轮，由于设计的不够合理，导致支架上的螺丝和刹车盘接触到了一起，在转弯时二者会发生剐蹭。从某种程度上来看，这算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故。不过为了检查出更多问题，艾伦还是硬着头皮在这里开了几圈。好在后面的过程还算顺利，并没有什么新的毛病出现。接着他把车子开回了工作室，要对4个车轮的摆臂和支架重新设计。但是与此同时又有了新的问题，因为这辆车上的支架部分每一处都是环环相扣的，一旦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，那么其他很多地方都会被牵连，这意味着需要改进的地方非常多。为了保证翻新的进度，艾伦又雇了2个焊接工人，让他们根据对这些零件重新焊接，以解决尺寸不合规的问题。世界上唯一一辆兰博基尼越野车终于改装完成，在它那巨大轮胎的加持下，征服这种泥地赛道完全没有问题。虽然现在车子的表现非常不错，但自从上次试驾回来之后，艾伦又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。接下来工作室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它们全部修正过来，这算是一个不小的项目。毕竟这辆车的4个悬挂点全部都有设计缺陷。他将自己的搭档分成了2组，让他们分别来到了车子前后两端，将上面有问题的钢管全部都拆下来，同时对没问题的地方进行加固。这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原本的减震器所处的位置和轮胎几乎只有不到1厘米的距离，这样的话车子几乎不能转弯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们将钢管从中间切开，接着缩短了其中的距离，这样一来既没有改变车架结构，又节省了很多时间。不过这时艾伦又发现了一个问题，由于这辆车的改动太大，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，所以很多小零件都买不到，工作室里目前也没有制作的能力。当然这个问题很好解决，他从网上买来了一些零件，然后组装出来了一个小车床。虽然它看起来有点小，但是功能方面非常齐全，可以用来做衬套和衬点，还有钢管中间的连接体，这样一来就极大的增加了翻新效率，大家也不用为买不到零件而烦恼。不过对于轮胎处的连接处来说，还不能完全的焊死，不然车架无法得到缓冲，很容易发生事故。为此艾伦在上面钻出了一个小孔，里面加上了一个可以活动的螺丝，保证了这2部分有一个缓冲的余地。现在整个后端基本上就完善起来了。
接着艾伦开始组装摆臂，他吸取了之前的教训，将尺寸全部加长了几公分，加宽了轮胎和车架之间的距离，之前的问题也就成功的解决了一半。接下来还需要对前端的结构进行改进，这部分需要操作的地方就很多了。他们要把前端的钢管先完善起来，对结构进行加固。这时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这部分钢管的安装竟然又出现了问题，其中的一根横梁紧紧地挨着制动油箱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点。当这辆车行驶在复杂的路况时，一旦遇到比较强烈的颠簸，那么势必会对制动油箱造成损伤，很容易就会发生事故。好在这个问题发现的比较及时，他和搭档一起将上面的钢管切开，然后在中间进行了加长。其实我觉得这辆车的整体设计似乎并不太合理，因为车架在不停地切割焊接，接口变得非常多，导致安全性大打折扣。估计它并不适合长时间使用，只能用来收藏。毕竟这可是一辆独一无二的兰博基尼。现在车子的整体结构已经完成，为了让它的性能爆发得更加彻底，艾伦买了一套新的减震弹簧，今天快递也刚刚到货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这些零件的尺寸很大，对于增加越野性能有很大的帮助。不过在安装之前，艾伦还需要制作一套支架，他用的依旧是之前的老方法，先切割出几片钢板，然后将其组装焊接起来。等所有的支架就位之后，再把这套悬挂装到了车子上。现在这辆兰博基尼已经彻底成型，尽管内饰和车身套件还没有完善，但光是从这复杂的钢管来看，就很难让人不心动。当艾伦将下面的千斤顶取出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车子的姿态变得非常低，几乎快要和地面贴在了一起。这里我就更不理解了，既然是要用这辆车去越野，那么不应该尽可能的增加底盘高度吗？现在的底盘这么低，车子就只能行驶在公路上，真不知道艾伦是怎么想的。不过目前他似乎并没有在意这个问题。接下来他的重点就转移到了车子的内部。在之前的试驾当中，他发现车子的转弯非常吃力，而且幅度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给车子的前端加装了转向助力，然后又发挥出自己的拼接大法，设计出很多不同尺寸的钢板，重新制作了一个完整的方向盘。这部分的工作对技术的要求很高，不仅要掌握精确的测量方法和切割手段，还要足够的了解汽车知识，这样制作出来的方向盘才能正常使用。不得不说，艾伦真是一个全才，关于汽车方面的零件基本上没有他不会做的。安装完成之后，他进行了一小段测试，发现功能完全恢复正常，转弯时也没有产生异响。接下来总算可以安装车身套件了。由于艾伦并没有往轻量化方面考虑，所以接下来的工作轻松了很多。他将钢板切割出不同的形状，接着在表面贴上一层黑色的膜。要是我不说的话，大家可能还以为这是车子的车门。其实如果光是从形状上来看，确实有那么一点像，但实际上这是车子的中控板，而且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，只是一个装饰罢了。这个中控也安装完成之后，艾伦辗转到车子上，拿出了一罐黑色油漆，将所有地方全部喷黑，把这辆车打造成了一个黑武士配色。最后将中控板安装上去，一辆兰博基尼越野车就横空出世了。它看起来非常的霸气，虽然没有超跑那么细致，但是恰好就是这种狂放中带着一丝嚣张，才让这辆车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为了测试一下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，艾伦将其转移到了沙漠里面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